要對任何人抱期待。我跟你說，你就先把自己給安排得好好的。你看，像我該給自己訂月子餐，給自己訂月子餐，然後給自己訂月嫂，給自己訂月嫂，給自己訂月子中心，都我自己一個人弄。Hello， 大家好啊，又来和大家唠唠汪家的日常啦。今天刷到馬小梅的直播片段，真的被她的清醒和温柔狠狠戳中，尤其是她那句別把希望寄托在別人身上，先把自己照顧好，我真的舉雙手認同。其實我一直關注汪小菲的二婚生活，重點從來不是二婚這2個字，而是她終於遇到了對的人，過上了平靜又踏實的日子。對的婚姻大抵就是這樣吧。作為一個走過16年婚姻的人，我也想掏心窩子說一句，婚姻裡磕磕绊绊太正常了，但關鍵是遇到問題時，我們是想着解決問題，還是揪着情緒不放？解決問題，2個人靜下來聊一聊就好，可如果一直陷在情緒裡，那真的會成為一輩子的結。而馬小梅顯然就是那個拎得清的人。聊到懷孕和工作，馬小梅的話真的讓我好感拉滿。她說懷寶寶不是一個人的責任，是2個人的事，所以她不會把所有壓力都丟給汪小菲。看到大陸很多名人懷孕了還在工作，她也覺得只要自己身體允許，繼續直播，繼續工作，沒什麼不可以。這份獨立和擔當真的太圈粉了。她還說自己是個悲觀主義者，習慣未雨綢繆，做任何事都會先想到最壞的結果。可正是這份提前的心理建設，讓她面對生活時多了一份從容。當你連最壞的結果都能接受，那生活裡的所有小驚喜不就都是意外之喜了嗎？說到坐月子的安排，馬小梅的做法更是讓我佩服。她早早的就把月子餐、月嫂、月子中心都訂好了，甚至連汪小菲都是後來才知道這件事。她的理由特別簡單，不要等着別人來照顧你，期待越多，失望就越多，倒不如一開始就把自己安排得明明白白，不依賴別人，也不委屈自己。是啊，與其期待別人，不如好好期待自己，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條，才是對自己最好的負責。我真的沒有覺得懷寶寶這件事情責任是在一個人身上，我覺得這是2個人的責任。我不能說我把所有責任就丟給另外一半或者什麼，而且你們自己看，我不知道，在我來大陸之後，我看到很多名人，他們懷了寶寶，他們不也還在繼續工作嗎？他們的條件比我更好，不管是生活條件還是自身条件，比我好不是10幾萬倍。他們是不是一直在工作？所以我觉得在我的身體狀況許可下，跟身體狀況覺得很 OK 的狀態下，我覺得我工作或直播或者是做這些，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可以。但是我工作跟公司什麼都是在大陸，所以我大部分能在大陸的時間，我盡量在大陸。可是畢竟不是什麼事情都是如自己所願，就看家裡狀況。當然我覺得人要未雨綢繆是好的，我自己也很喜歡未雨綢繆。其實我是一個我没有那麼樂觀，其實我是一個比較悲觀主義者，我會把每一件事情都想到最壞。比如說今天如果發生了這個事情，我會想它最糟糕的結果是什麼。但我覺得這樣有好處，就是我只要每次想的最糟糕的結果是什麼，你就會想最糟也就如此了，不過就如此了，能怎麼着？最難過也就這樣子了。你就自己先內心先預設一個小劇場，先把自己先演過一遍小劇場之後，就會覺得其實也沒有那麼糟。聊起肚子裡的寶寶，馬小梅的語氣裡滿是溫柔。她說寶寶特別懂事，一點都不鬧，沒有讓她經歷太多不舒服的時刻，也沒有讓她變得臃腫不堪。每天只要吃一口甜的，就能輕鬆喚醒這個活潑的小生命。雖然現在還沒有長妊娠紋，但她也坦然接受可能出現的意外。還好，我覺得她挺照顧我的，就是我覺得她不是一個很鬧的，沒有讓我什麼不舒服啊，或什麼變得很臃腫啊，然後什麼起不來床啊，什麼各種的，就是那種没有。我觉得他好像，我覺得他挺懂事的。我說實在話，就有些孩子他還沒出來，你就可以感受到他很懂事這件事情。很多人都說馬小梅懷孕後沒怎麼胖，可她卻坦誠地告訴大家，自己從44公斤長到了51公斤多，足足胖了7公斤多。只是因為孕前本身就比較瘦，所以視覺上才不明顯。這份不刻意掩飾的真實，真的很難得。其實我也沒很瘦，你看我從44公斤到我現在已經快52了，51點多，也胖了7公斤多。只是因為可能我孕前比較瘦，就是所以可能幅度你們感覺我胖的好像沒有很多，但是其實你們算一下那公斤數其實是挺多的。面對黑粉的惡意攻擊，馬小梅沒有歇斯底里，只是平靜地反問：你不覺得你做這些事情很缺德嗎？不卑不亢，卻自帶力量。她用自己的方式守護着自己的生活，也守護着那份來之不易的平靜。有些那個就是你們剛剛，我不知道你是機器人還是什麼，在那一直刷，然後說這些話，就是你不覺得你做這個事情是，你對我就算，你不覺得你現在對你說的那個人很缺德嗎？
就是你現在在講的那個人，你對他做這個事情很缺德。馬小梅也和普通女生一樣，不喜歡長時間待在家裡，一想到坐月子要整天待在室內，她就覺得有些躁鬱，總想着出門透透氣。閉關的意思就是就不出門的，就是在家的意思。閉關等一下1個月吧，1個月也不用，看我狀況。如果因為我現在很緊張嘛，我畢竟我是沒有經驗嘛，然後我現在很緊張，看我狀況。如果真的像他所說的，就是生龍活虎的都沒有什麼狀況的話，那我就跟你們直播，可以跟你們聊聊天。但是我不確定我當下的狀況是怎麼樣，我就覺得你也別等了，就別人要照顧你。我跟你講，你等着別人照顧你是真的是，哎，我問你們，就是你期待，比如說你期待這個人說，哎，那個我內心很期待你要照顧我，你要為我做什麼？但你到時候如果萬一他沒有做，你不就自己就內心不就很失落嗎？那你倒不如就是把自己就安排好，不要對任何人抱期待。我跟你說，不对任何事也不要抱什麼太多期待，你就先把自己给安排的好好的。你看，像我該給自己訂月子餐，給自己訂月子餐，然後給自己訂月嫂，給自己訂月嫂，給自己訂月子中心，都我自己一個人。然後月子中心，我跟你講，月子中心看我都沒有看。然後呢，我就是在那個線上，我就跟他們溝通，跟他們顧問溝通，讓他們給我拍視頻，然後幹嘛的。但是那是一個很知名的月子中心嘛，所以也不用什麼看。然後，但是我就說好，那我就直接付定金，直接下定，我自己都弄好了。更搞笑的是弄好了之後呢，然後我就付了錢嘛，然後我先生也不知道，我把錢什么都弄好了，但是他不是要填資料嘛，比如說填姓名啊，一些基本資料什麼這些的。然後後來他們的那個業務就看到了資料之後，就跟他們老闆說，然後他們老闆就微信了我先生，就說，哎，我看到你太太那個我們的業務給我看到的那個資料，好像你太太自己就訂了訂了我們這個月子中心什麼的。然後我老公才說，啊，你自己訂了月子中心？我說對，我訂好了。然後他說，哦，那個老闆他認識。就你可以期待自己，但是不要期待別人，就是一直對別人有期待，不要，你就期待你自己，然後期待你做的這件事情，期待你就期待自己就好了，真的，對別人多一些祝福，沒有錯。最後，我想和大家聊聊，為什麼我們會這麼關注汪小菲的這段兩岸婚姻。其實他的上一段婚姻結局真的讓人唏噓。曾經的糾葛裡，他總是被情緒牽着走，一次次的應激反應，到最後實在無力回天，只能以離婚收場。可這場離婚鬧得沸沸揚揚，幾乎成了全世界茶餘飯後的談資。作為一個已經嫁到台灣10幾年的人，那段時間我總被身邊人追問，是不是所有台灣女生都這樣？戀愛時撒嬌示弱，把情緒價值給得滿滿當當，可結婚後就像變了一個人，把日子過得雞飛狗跳。甚至有人會舉例說自己身邊也有類似的情況。汪小菲的前妻憑借着熒幕上的形象收穫了很多人的喜歡，她的知名度也讓她成了不少人對台灣女生的印象標籤。但私下裡的她是什麼樣子，或許只有汪小菲最清楚，我們不了解，也不願過多評價。可離婚後她的一系列操作實在讓人大跌眼鏡，從前累積的信任和正面形象一夜之間就碎了，後續的種種更不必多說。所以當我看到汪小菲重新開始，並且依然選擇了一位台灣女生交往時，我心裡其實藏着一個小小的期待，換了一個人，結局會不會不一樣？而事實也給了我們答案。現在的汪小菲和前妻口中那個暴走、情緒不穩定、不成熟的形象，簡直判若兩人。我至今記得前妻曾在一檔節目裡用極其平靜的語氣說出最貶低他的話。很多人看不懂他的操作，但像我們這樣有一些人生閱歷的人，其實能明白他的厲害。他牢牢握着敘事權，又有着強大的媒體號召力。所以哪怕汪小菲為這段關係付出再多，也可能因為他的一句話就被打回原形。可現在呢，我們看到的汪小菲成熟穩重，再也沒有了深夜買醉、情緒失控的樣子，取而代之的是藏不住的細心和溫暖。這讓我更加確信，婚姻裡的問題從來不是哪裡的人的問題，而是遇沒遇到對的人的問題。就像有很多大陸女生嫁到台灣，日子過得幸福美滿，但也有人把日子過得一地雞毛。關鍵從來都不在於地域，而在於兩個人是不是抱着同樣的初心，是不是真的想認真奔着過日子去的。如果從一開始就帶着明確的目的去經營一段關係，那最後大概率只會雞飛蛋打，你所預期的一切終究都不會變成你想要的結果。在我看來，婚姻更像是一場並肩作戰的旅程，夫妻就是最親密的戰友。好的婚姻應該是1+1大於2的合力，兩個人互相依靠，彼此支撐。有了孩子之後更是如此，孩子是連接彼此的紐帶，是愛情最美好的證據。養育孩子的過程固然辛苦，但只要夫妻二人都不缺席，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就一定能撐起一個溫暖又安穩的家。看完馬小梅的這些分享，我終於明白為什麼汪小菲能在這段婚姻裡找到平靜。他獨立卻不強勢，清醒卻不冷漠，不依附於任何人，卻也懂得珍惜生活裡的小美好。老話說娶妻當娶賢，
這裡的賢，從來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賢妻良母，而是懂得經營自己，也懂得和伴侶一起經營生活的智慧。希望我們都能像馬小梅一樣，先把自己照顧好，不把希望寄托在別人身上。別人對我們的好，我們欣然接受，視為獎勵；別人沒能做到，我們也能坦然釋懷，因為我們自己就足以撐起自己的世界。而另一邊，汪小菲的事業也迎來了新的驚喜。麻六記旗下全新子品牌小麻六已經在1月3日於石家莊樂泰中心正式開業了。這家主打清正餐和年輕社交的小店，帶着更親民的價格、更精致的川味小炒，開啟了麻六記線下轻量化的新征程。一邊是溫馨的家庭日常，一邊是蒸蒸日上的事業，這大概就是生活最好的模樣吧。也祝願馬小梅和汪小菲的生活永遠這麼平靜又幸福，期待那個懂事的小寶貝來到這個世界上，更祝願小麻六開業大吉，生意興隆，一路繁花。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啦，姐妹們對馬小梅的這些觀點有什麼看法呢？歡迎在評論區和我聊聊，我們下期再見。麻六记子品牌小麻六首店正式落地石家莊樂泰。3、2、1，停手！随着我们的这个生活条件的不断提升吧，大家对吃这点东西的認知也不一樣。那作為我們一個餐飲企業，也要不斷的去更新，不斷的去推陳出新。那小麻六呢，就是推出的一個全新的品牌。繼麻六記之後，汪小菲加大在石家莊的投資力度，但這一次他選擇做減法，告別傳統大店的厚重，一個更年輕、更輕盈的品牌小麻六來了。讓我覺得值，我就願意花這個錢。我比較看重菜品的樣式和裝修風格，會選一些有格調的，然後像這個環境比較靜謐這種感覺的。正好今天是跟朋友出來，然後就來小麻六這看一看，感覺這肥油確實不錯。那小麻六呢，可以給現在年輕人一個更多的體驗的這個餐飲的環境，比如說和閨蜜啊小酌兩杯，或者是帶着好朋友聊聊天，品嘗一些麻六記沒有的地道的、更加有煙火氣的川式美食。這裡不僅是餐廳，更是年輕人的社交據點。很休閒，很適合這個朋友相聚呀，然後在這兒聊聊天呀。所以現在就輪到全國人民來羨慕我們石家莊人了。我們的菜品更加的接地氣一些。小麻六呢，匯集了來自川渝各地的一些小菜，那它的單價呢也相對比麻六記低一點，所以大家可以多點幾道菜，多分享一些這個川渝特色的這個菜品。我覺得所謂的漂亮飯啊，不光是說菜做得好看，它更多的是一種360度的就餐體驗，從店面的設計到音樂，到來的人也很漂亮，對吧？到飯也很漂亮，最重要的還是要好吃，這樣才能保證我們一個店的複購率，保證大家可以長期的來小麻六呢品嘗美食。畢竟我們是來吃飯的，對吧？在吃飯的過程中呢，享受生活也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選擇吧。拿手機拍照發朋友圈什麼，或者必須發，必須發。這個好的，這是什麼？給我們推薦推薦。這是卷啊，卷，這個香腸肚，這個豆腐也可以。一嘗這個豆腐，對和牛那個豆腐，這看着挺好啊。喝的是湯，怎麼樣？是鮮呀，挺鮮的。對。從下午茶到深夜食堂，人均60元左右就能享受到顏值與口味雙在線的漂亮飯。未來我想在石家莊還會有更多的麻六記的機會，比如說我們的酸辣粉小店，比如說小麻六的第2家店，還有就是我們麻六記在石家莊萬象城的不斷更新迭代，都是我們未來要為石家莊這座城市啊所做的一點點小的努力吧。也感謝石家莊這個市場能接納我們，能接納我們這個全新的品牌。